河南和富士康双向奔赴啊，多少小黑子的脸都被打肿了。说到富士康和河南的爱恨情仇，那可就太多了。爱的时候啊，那是真爱。比如富士康带动了200多家相关企业进入郑州港区，直接带入的投资额超过了3000亿。而作为苹果手机的代工厂呢，全世界每2部苹果手机就有1部出自河南工厂。说到恨的时候呢，那也是真的恨。尤其是2019年双方闹掰了之后，2019年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发表了不当言论，声称是富士康给大陆上饭吃，大陆离不开富士康。一时间舆论四起，富士康口碑呢是迅速下滑，愤怒的民众高喊让富士康滚出中国。同年，在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下，作为苹果代工厂的富士康也在尝试从中国市场转移，把更多的产能转移到了越南、印度等新兴市场。虽然说是富士康自己作死啊，但是对于河南的影响还是非常之大的。河南省手机出口数量是1393万台，比上年断崖式下降了47%。但是富士康也没好到哪儿去，它好像离开了大陆，又好像没离开大陆。印度基础设施不足，非常依赖从我们中国大陆进口的零部件，组装效率低下，所以呢，苹果16系列的手机仍然要回到我们中国大陆组装。更让富士康头疼的是手机的良品率啊，良品率只有50%左右，一半都过不了审核。就算过了审核，也不一定可以出口，因为印度啊还有大肠杆菌超标的问题，过不了欧洲的细菌检测。加上印度政府忽冷忽热的态度，终于让富士康明白，还得是中国的供应链强。好在河南主动敞开了怀抱，喊话富士康让他回来。虽然说是主动邀请，但也意味深长的敲打了一番，希望富士康坚定投资信心，进一步扩大在河南的产业布局。7月22号，河南和富士康在郑州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，富士康也是给予了面子，宣布将在河南投资建设新事业总部的大楼，光是第1期的投资就高达10个亿。这次的合作呢，算是一个共赢的局面。国家需要带来税收、就业和 GDP 的企业，但也不会惯着认不清自己位置的资本。而河南的普通百姓呢，仍然需要富士康提供的就业机会。希望那些挖苦或者嘲讽的小黑子们可以闭嘴了，毕竟能在家乡工作，谁又愿意一直背井离乡呢？